欢迎收看投资硬总经。时间过得很快哦，2023年已经落幕了。长期收看我们的频道或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2023年美中角力不断的升温，俄乌战争也还没有落幕。到了第四季，以巴更爆发了冲突，这些都让金融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动荡。其中影响最大的呢，还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原本市场预期它能在疫情过后迎来复苏，但中国反而却陷入了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资金外逃，2023年每月润出500亿美元，到底钱都跑到哪里去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叫做《红色赌盘》的书？这本书揭露了中国内部的政权腐败与许多的内幕。而作者沈栋在2023年美国国会作证时就说过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你要么在政府的青睐下繁荣发展，要么在不受青睐时灭亡。这句话简单明了地说明了中国的商业环境。俗话说得好，人两脚，钱四脚嘛。一旦中国的政治环境改变了，那么聪明钱的流向总是最快又最直接的。再加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许多有钱人。这些人抓住机会翻身致富以后，当然非常明白中国制度的优缺点，自然也懂得怎么让钱落袋为安。那么钱到底都去哪里了呢？根据《纽约时报》的估计，中国每个月有500亿美元流出，2023年全年约有数千亿美元润出中国。美国之音报道，从22年4月到23年3月，中国人买美国房地产占外国人 13%， 不仅是最大的族群，投资金额也从22年的61亿增加了大约1倍，到23年的136亿美元。没错，听到这边大家都知道了，钱都润到房地产啦。更准确来说，是中国外的房地产。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估计23年中国富豪净流出人数高达13500人，比前一年成长了 25%。 东京涩谷港区的高级豪宅，中国籍的居民成长率更高达了30%以上。而除了美国和日本，新加坡的私人财富管顾公司也从20年的400家暴增到22年底的1100家。那除了房地产以外呢，当然是要找最容易移转资金也最方便的管道嘛，那就是加密货币。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从23年初的16000美元左右飙到23年底的42000美元，就可以推测这跟中资的移转有关。再来，目前黄金每盎司价格站上了2000美元，但你知道中国境内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却比国际金价贵了将近30%吗？这也代表中国人宁愿溢价购买黄金，也不愿意持有人民币。如果我们对照日本失落的30年，大量资金从日本外流，让日本连续32年都是全球最大债权国的经验来看，目前中国的资金同样也快速流向世界各地，不仅推升房地产、比特币，甚至还会推高其他市场的股价，可以说是金融市场的超级肥料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在进一步解释之前，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对节目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按赞、订阅或分享哦。2023年第3季外资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就是 FDI， 是净流出118亿美元。根据金融时报的推估，外资2023年买超 A 股的金额会是2015年以来最低的哦。而外资从中国撤出的钱，自然就分配到其他国家去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道琼、标普500、费城半导体在2023年封关前都已经快要接近历史高点。日本、法国、德国等先进国家的股市也都接近历史高点哦。就连在国际上被认为非常危险的台湾，
台股在23年最后2个月，因为外资大举买超4201亿而上涨了 12%， 直接扭转了前10个月的卖超，封关表现距离历史高点只差了 3.7% 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中国流出的资金会成为金融市场超级肥料的原因。此时此刻2024年已经拉开序幕，中国房地产泡沫、外资撤离、中等收入陷阱、消费降级、产能过剩等等结构性的问题都还是没有看到缓解的迹象。未来中国政府还有可能用深圳来取代香港的地位，面对美中利差扩大，港币联系汇率能不能够维持，种种问题都让市场上打了一个大问号啊。而这也让港股不断下跌，我们可以看到恒生指数比20年高点下跌了 45%， 如果跟18年的历史高点 33,154 点相比，更是大跌了 48% 呢。接下来中国还有可能会向全世界输出通缩，因此电池、塑化、面板、钢铁等等产业都会受到来自中国杀价竞争的冲击。投资人不妨避开这些影响比较大的产业，多关注资金流入的股市与房市等市场，毕竟这可是在中国通缩的环境下带给市场难得的礼物呢。财讯粉丝团们，您认为中国资金外逃后，哪一个市场最容易受惠呢？ A. 中国以外的股市， B. 中国外的房地产， C. 加密货币与黄金。留言你的答案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